达康书记版本的奥迪 A6，又烧机油，底盘又响，动力又差，怎么都不舒服。那领导肯定不喜欢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交给本帅，本帅一次性给你把这台经典的第6代 A6 C6 2.0T 的 BP 勾发动机，包括底盘，给你准备到准新车的状态，信不信由你。奥迪 A6 表显公里数173000，电脑检测的故障码。读取空流传感器的数据流啊，1.8克，肯定不正常，存在漏气。读取氧传感器的跳变量，后氧数据正常。打烟雾测漏仪，然后这边有漏气的现象，涡轮这边，然后这个管子是直接没有装好的，搭在这个上面，所以漏气了。涡轮管子接回去以后，数据流正常。空调里面爆了个冷却液循环棒，它和这个故障应该是有关联的。机油格座这里一直在滴水，一直在漏水啊，这上面就是机油散热器，基本上这个位置漏下来的。马达的上部也都是水漏下来的痕迹。这插头怎么了？卡住了是吧？卡不住了。那到时候这个插头给它换掉。两传插头来一个，手电坏了。这是水温传感器插头。发电机的这个盖子看一下有没有，盖子脆了，一碰就碎。然后这个发电机的轮咔啦咔啦响，这拿下来3元看一下，里面堵不堵？看着还行。这得亏是来得早啊，这皮带直接就可以搬出来的，很松很松，差点就跳齿了。我操，这么黑！对，4个元宝梁胶套全部开裂。这个冷却器拿下来以后啊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漏水的地方肯定是这个地方，但这地方为什么会折起来呢？这个座碎掉了，诶，卡住了，小涡轮，下不了，尴尬了，下不动，等一下，底下卡住了，这后面漏水重灾区，一捏就断。等一下看一下这里面的环断了没有，这上面的环检查一下。这个拆出来里面就断了，这第2道环已经断掉了。这块一定要记得拿出来啊，这个还没破，还没碎的。这2个爆震的位置是全部朝一个方向的吗？这个方向啊，行，都是朝变速箱的。开关，变速箱发动机分家。这根间隙特别大，上下晃动也特别大。好，里面很黑了。走，定位桥掉了，定位桥。上面还有个铁片，铁片呢？这个小瓦有拉伤，一条一条的。不要激动。这一片呢也是有点磨损，这里。这个是哪一道呢？第3道，中间这道。这个很深了，这个印子，指甲都能抠得出来了，咯吱咯吱。这个纸吹片这里都磨平了，磨出丝了。来看一下活塞环对不对口？没对口啊，前面有点磨，前面有点磨。这个涂层已经磨完了，然后它这个下面这个油环都堵了。啊，这个对口了。这个哪对口了？这个还没对口啊。这个也没对口，但是这个裙边还是磨得很深了，磨平了。这里拉伤了，然后这边好像是对口没对口。行，这个钢套上面都有拉伤的，一条一条的竖的。我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，到底要不要做碳钢仔呢？废气循环管里面全部都是积碳，里面都堵掉了。上下摆臂啊，胶套全都坏掉了，前减震器缓冲块烂掉了。那减震器好不好呢？咱得把减震器拆掉以后，用手去压，才能够确定它好还是不好。这个是下摆臂啊，前面这个下摆臂里面的胶套都烂掉了。但是现在有个好消息啊，国产平替版本质量也不错了，原厂的1000多一根就没必要了，用国产平替版本老便宜了，质量也不错。
这个发动机机脚啊，看到没有？已经都红色的烟油都压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你看这个直接就开裂了，马上就断掉了。那这个东西的话呢，你到时候直接就换个猫头鹰的就不错了。然后呢，元宝梁衬套都开裂了，这个元宝梁衬套直接影响到你行驶的质感，就是整个车有没有整体感，有没有刚性，这个元宝梁衬套很重要。那现在呢，元宝梁下来了，单独拆掉拿去压出来，再用猫头鹰的衬套压进去就很完美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变速箱机脚啊，也已经开裂了。那这个变速箱机脚的话呢，原厂的你也买不到，说实话，那就用国产平替版本，质量也是不错的。然后呢，前尾缓冲块已经压烂掉了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换归换，但是如果你发动机机脚不换，你新的装上去以后，发动机下沉还是会把它压扁掉的。所以这个东西的话，发动机机脚换掉以后，再把这个换掉才是正确的选择。然后呢，这个暖风水管就是你最关心的漏水的问题啊，主要是这个水管。我的意思呢是，外面这根换掉，以及连接到防火墙里面去那个一起换掉。为什么要换掉呢？橡胶老化了，你老是扫水，就这东西漏。然后呢，这些东西啊都是必换的东西。那我跟你讲一下，这个是机油泵链条扎拧器啊，这个机油泵链条扎拧器呢原厂的很贵，你可以换一个飞比的。这个是凸轮轴链条扎拧器，可以换伊娜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漏水漏的最狠的，缸盖3通，换个铝合金的。这个是节温器，节温器这种东西呢见光死啊，拆过一次就换掉，你不要去堵它好不好？你堵不起的。曲轴后油封用原厂的，水泵用原厂的，气缸床用原厂的。这块板也坏了吗？裂掉了是吧？裂掉以后，这个没有副厂的提供，只有原厂的。这个板呢也不贵。然后机油压力感应塞最好顺带一起换掉。然后呢，机油格底座破了啊！破了的话那怎么办？换一个国产平替版本的，没关系，绝对没毛病。双质量飞轮啊，矿量比较大，这个当当当的声音就是这个发出来的。然后呢，这个矿量大了以后，不光是声音的问题，抖动，甚至有可能会造成缺缸失火。它不是真的缺缸失火，只是电脑版误以为缺缸失火。然后呢，这个机油散热器啊，它没有堵，洗干净就算了。这个油道里面比较脏啊，油道里面比较脏，那我到时候清洗剂标一下就算了。这个链条后盖后面这里呢有3道环，这个环你用原厂的，千万不要抱侥幸的心理，用便宜货。这个环啊，原厂的都容易断，你用副厂的更容易断，断了以后报正时故障，你等着哭吧。这个缸啊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轻微的拉伤。那我们看一下抛光能不能抛出来，如果能抛出来那就算了，如果抛不出来那就唐缸啊，不要骂我们是唐缸仔。这个刹车真空泵啊，如果说它漏油了，如果说是这个密封圈漏油可以代换，跟那个11888的凸轮轴瓦架密封圈是一样的，它翻过来。但是如果是这个面漏油了，你这个密封圈如果换，运气好没事儿，运气不好换完以后刹车硬，所以个人觉得直接换这个总成，换什么呢？换皮尔伯格的。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高压棒啊，这个高压棒是日立代工的，然后这个棒呢目前来说它没有坏，但是我个人建议把里面那个修理包换掉，它肯定是漏汽油了，多多少少肯定会漏一点。那修理包有单换的就给它换修理包，省点钱。这个气门杆子跟气门导管选配有尺寸的啊，这个是负3/4半，那是用大孔的呢还是用标孔的呢？来，兄弟，气门导管换掉。这个定位销特别容易断，所以我也很苦恼，要不就直接给它电焊焊死算了，省得到时候断。这个发电机啊，发电机后盖都没有了，怎么办？上哪去给它找后盖？那抓紧时间啊，兄弟，慢慢来，不急，急的。各种插头呢不好的我们都给它换掉啊，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啊，反正好多插头都要换。清洗完毕啊，哎呀，真干净。前剪无法正常的回弹，给它换一根萨克斯的前剪。我换的这个减震的缓冲块以及它这个顶胶，给它一并更换掉，都是原厂的，都是。右边也是同样的一套减震缓冲块，包括顶胶。更换元宝梁胶套，压到位。后减2根减震都已经开始漏油了，油泥都堆在这些地方。换2根萨克斯的后减，然后后减缓冲块换原厂的。前面这个扭力支架这个胶套也给它换掉，已经碎掉了。氧传感器插头给它换一个，里面的锁片之前是烂的。这底盘部分全部都搞定了啊，摆臂之类的呢，咱们用的是国产平替件，奥斯卡的，价格也便宜，质量呢照样保你2年。减震器呢用的是萨克斯的，萨克斯呢就是原厂配套的，大众、奥迪的御用配套商。元宝梁衬套都是我们自己压的啊，这是我们自己压的，用的是猫头鹰的，就是原厂配套的。发动机机脚呢也换新的，也是猫头鹰的，也是原厂配套的。在我们这里修车啊，好钢用在刀刃上，该便宜的地方要便宜，但是不讲究的地方就绝对不讲究。更换半轴油封，它这边这个油封需要顶出来，这个轴法兰轴，轻轻的顶。半轴油封漏油啊，漏得非常凶。你别笑。完美安装半轴油封，等一下把另外一边换掉。掏出来了，等一下还要分解呢。卡簧拆掉，卡簧它拆掉。这个油封是在这个2个之间的，所以要把这个轴承座给压出来。这个轴承座压出来，这油封在这个里面，盖在这里的，给它换掉。座里面全部清洗干净，用我们的可迪克的油封，可迪克，给它装到位就行。完美，冲吧，压回去的。这个变速箱呢没啥毛病啊，我们给它洗干净。坤哥洗的啊，坤哥
这里还有个细菌没洗掉，这里还有2颗病毒没洗掉。这款车子啊有一个通病，就这个销容易折断，折断以后正时会错位，容易顶气门。那我现在是这样想的，我为了预防，我把这里给它焊接一圈，给它焊死。焊死以后呢，你把这个轴放上去，焊过以后会有一堆焊疤高起来，对吧？那你看这个地方还是有空间的。那焊过以后呢，焊过的这个焊疤肯定是碰不到这里，不知道这个方案可不可行？刚才我们在干嘛？我们在维修高压棒。那这个高压棒为什么要维修呢？因为漏油了。那为什么会漏油呢？因为坤哥诅咒了。牛逼！好，这个不用它，你这个杆子进去，来回捅一下，看看紧不紧致，有没有少女般的紧致？转个方向给它捅一捅。来回，是吧？还有感觉吗？我说的是皮肤啊，你们不要想歪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要换，漏汽油了。然后呢，兄弟给他换一个修理包，换这个呢能省好多好多的钱，省下来的钱呢，过年可以放鞭炮，对吧？这个就很直观了啊，一个如少女般紧致，一个如大妈般松弛啊。我说的是皮肤，你们不要想歪啊。自由喷嘴啊。必须用原厂的，我们呢用11888的，因为11888的它改进过了，里面那个钢珠不容易坏。老款的113的呢，钢珠容易掉。这个车为什么要给它换？我是怕它出问题，公里数也长了，万一出问题，我发动机重新分解一遍，我冒不起这个险。坤哥正在安装机油喷嘴，那机油喷嘴呢30牛米，全新的大瓦。那么我们大瓦用的是不是原厂的呢？来拿一瓶出来看看，奥迪大中标带标代码。我们这里修车啊，绝对不会给你乱搞，必须给你用原厂件，尤其是核心的位置。上曲轴。这曲轴谁洗的？胡叔洗的。洗的还挺干净的。那我洗的呢？不干净。谢。德国 KS 的止退片原厂配套，上吧。坤哥，止退片有没有装反？没毛病。没毛病是吧？对。到时候刘艳鹏同学可是会给你来看的哟，会给你来检查的哟。上吧。有槽的一面朝曲轴啊，就位置这个就是标准位置。60牛米加90度，在我们坤哥的手上呢，600牛米都不是问题啊。螺丝杯给我拧断啊。好的。全套使用锂盐的活塞，这个活塞呢符合发动机制造商要求。我们看一下啊，改进版的活塞，活塞环是等离子喷涂的气环，油环是淡化处理的波浪油环，绝对万无一失啊。大瓦是原厂的，小瓦呢是 KS 的，KS 的就是它原厂配套的。来，再来，温柔一点啊，兄弟。30牛米加90度吧，坤哥。没错。哦，对，自然一点是吧？不要。小瓦螺丝啊，30牛米加90度，掉出来就找坤哥麻烦。对，来走，非常完美。安装平衡轴，这个平衡轴呢是有正时的，机油泵跟平衡轴是一起的。然后坤哥呢性子比较急啊，还没有女朋友，啥事都心急，链条还没上，说给我上曲轴前油封的，胶都给我打好了。谢谢你啊，坤哥，这么着急。这里要强调一下啊，这个张紧器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换掉。我见过啊，这个塑料块磨完了，从这里弹出去的。把边上整个支架铝的都弹穿为止。那这下总轮到我上车杆了吧？终于轮到了。刚刚坤哥就太心急了，这个都没上，给我上车杆就上去了。哎，拔吧，来，拔掉，开吧是吧？这个拔掉，连这个盖都是原厂的啊，没办法，这个盖没有副厂的提供，它里面原来那个角断掉了。这个打胶啊，要打漂亮。我觉得你这个打胶水平还要向我学习啊，我走的很丝滑的位。装好了，我们这边胶到你手上呢是白白净净的，对吧？啊。所以说你要保修的要干嘛呢？你必须是这个状态，你不能说乌漆嘛黑的机油什么机油都不知道的来找我保修，那不是我的维修水平问题，而是你的使用问题。这个眼跟这个眼看到没有？面度擦过了吧？擦过了，来吧，放下去。然后我这边的话，这2个眼对牢。坤哥你看到没有？你先平啊，来吧，等下还没好，这2个眼盖去，看到没有？放下去，这不就很轻松的事情吗？新婚夜你都用手给我，这么喜欢用手？谢。有工具不用。使用专用工具安装曲轴前油封，有些东西能用手，有些东西不能用手，知道不，坤哥？虽然说你母胎单身这么多年，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讲这个事儿。完美安装曲轴前油封，我们坤哥啊，安装曲轴前油封这个手艺是一绝啊。这个是双质量飞轮 LUK 的，就是原厂配套的啊。如果你去拿原厂带标带码的，就带大众奥迪标的5位数，那这个呢，我们进价差不多3000块钱。那为什么要换这个？拿出来，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因为这东西比较贵，所以换需要有理由，你不能无缘无故给人家换，是吧？这有没有框亮吗？一点点啊，这个是自由间隙是正常的。那旧的那个拿过来，这个是它原车旧的那个，开起来哐当响，而且严重的情况下会造成冲击，让发动机店老板以为爆震了，这个就是要换的理由。它原厂你们看谁代工的啊？也是 LUK 代工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东西拿过来进价就将近3000块钱了，那我们差不多就是进价加个运费给车主了。安装全新的飞轮盘，双质量飞轮呢，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不会给你换，除非是框量太大了，影响到使用了。打胶，这必须要打胶啊！为什么要打胶呢？如果不打胶，油气会从后面出来，会造成曲轴后油封漏油的假象。完美对接发动机和变速箱，
大家最关心的唐钢的问题，有没有唐钢的这台车？我们看一下啊，没有网纹了啊，那是不是说我们唐过钢了呢？我们没唐钢，它表面上有很多的划伤，我们只是给它抛光抛了一下，尺寸上还是原来的尺寸。做好清洁，气门油封给它撒好，然后更换上220的气门油封。原厂进口配套的220的气缸床上，坤哥。这个缸盖螺丝呢，原厂是40牛米加2个90度，但是这个螺丝2次利用的，你直接60牛米加1个90度，保证不会有任何问题。我几千台的试验绝对不会错的。一定要洗干净啊，因为等下是要打胶的，有胶的面不能有任何的油。这个张紧器呢，必须用伊娜的啊，原厂就是伊娜做的，你用别的牌子用不住，相信哥绝对不会坑你的。新打胶机坤哥，打胶很费腰的啊，我这腰就是打胶打废的。15牛米啊，同志们，咱换了算坤哥的，再往里砸点。好，可以，完美安装凸轮轴油封以及前面的小头，别按过头啊，坤哥。请问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3道环，干嘛用的呢？调节这个正时用的，这个正时的 VVT 阀上面的有2种选择，第一种副厂的100块钱3道，第二种原厂的100块钱左右1道，你选副厂的还是选原厂的？120度错开啊，如果对口的话也会报正时故障。后盖垫子呢也可以用220的啊，原厂就是他做的。万一他妈对我有意见，一个螺丝故意不给我紧就完犊子了，坤哥对吧？不会的是吧？放心。如果不请你吃烤肉，你就故意给我不紧啊。希尔伯格的刹车真空泵，那为什么要换呢？漏油了。原来这个上面的油全部都是上面刹车真空泵留下来的。那这个刹车真空泵呢，副厂的不能用。之前我也给人换过密封圈，但换完以后有一定概率刹车会硬，所以说还是老实换一个吧。原厂太贵，皮尔伯格就是原厂配套的，这个是最经济实惠的。换铝合金3通啊，建议大家都换成铝合金的，这辈子都不会坏了。你换胶木的，开多少年之后它还得漏水。全新的皮尔伯格刹车真空泵，有位置的啊，这个槽要对准。这个刹车真空泵呢，下面这个螺丝特殊一点啊，因为它带这个支架，这个支架干嘛用的呢？挂线束用的。好，另外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撞拧以后机油分离下来以后留下来的通道，可以了。检查一下这个断路阀，为什么要检查呢？因为早期的这个断路阀里面是橡皮的，橡皮容易破，破了以后呢，你看断头了。像这种断路阀就直接换掉吧。更换一个皮尔伯格的断路阀，这个呢是最新的改进版，换了以后有什么好处？换了以后动力会好一点。我的螺丝呢？你这螺丝问你自己喽，放哪里喽？坤哥是涡轮小王子啊，没毛病。还好这涡轮没坏啊，这涡轮坏了又是3000多块钱啊。掏出来，这个水泵用的是原厂的啊。其实伊娜的套件里面它也有水泵，但是我知道这个正时皮带曾经最早的时候是伊娜配套，水泵它不是伊娜配套的，所以有条件的话我还是给你用原厂的水泵，皮带可以用伊娜的，上吗？爆震传感器20牛米啊，这个是平的，这个是上翘大概20几度30度。门手盖呢是不用换的啊，里面搞干净，撞拧室里面这个里面撞拧是迷宫搞干净就可以了，确保下面能下油就 OK 了。废气阀呢用高负压的，对于这款车来说高负压是-55，那么它的型号是后面带 R 的啊，英文字母带 R 的。手前螺丝你们是怎么紧的？这个工具呢是本帅自己做的，固定住以后轻轻松松把它搞紧。来，60牛米。这一次的正时是我们坤哥装的，我们检查一下啊。有问题找坤哥是吧？OK，完美。然后呢，张紧度看一下这个皮带，太紧不行，太松也不行啊。用手扳一下，能够扳过半个手指头，能够扳过半面，差不多。喷油嘴呢，里面胶质很多啊，看到没有？我想让它雾化的更好一点，能不能把它这个滤网给它换掉？来，拿出来看一下，别掉里面去了，兄弟。看这。哎，捞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把这个滤网给它换掉。滤网拿掉之后，给它洗一下喷油嘴，看雾化的好不好 ？OK 了，来吧。好，可以了。顺便呢，把滤网也给它换掉，用我们这个精致的小锤子把它敲平啊，来敲上去吧。用力，兄弟。哎，就可以了，平了就 OK 了。然后呢，把喷油嘴修理包给它换掉。六格底座，同时呢，它也起到一定的分离作用啊，取着像废气到这个里面以后，管子引上来烧掉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原厂的很贵，1000多块钱一个，可以用平替版本，它就是个塑料件，没有关系的。维修到插头这一级啊，我这里修车呢，连螺丝不好了或者螺丝没了，我都按原厂给你配，我这里只做品质，不做低价引流。碳管电子阀直接就通了啊，新的吹一下通不通？新的是不通的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碳管电子阀已经直通了，要换掉。然后这根管子呢，11888的车子下面这个管子跟碳管电子阀是一体的。这个113的呢是管子归管子，电磁阀是电磁阀，但是这个管子的背面的那一头已经老化了，快要折断了，所以连管子带电磁阀一起换掉。它的这节管子真空管带一个单向阀的，这个是原厂件。然后呢，碳管电磁阀用的是博士的，这样的组合既保证质量，价格呢又尽可能的实惠。这个爆箍你们会用哪种爆箍呢？我肯定是给你用原厂一样的爆箍，对不对？必须有原厂感。
进气气管，后盖原厂不提供的，我从上海法拉耀厂家买了一个，老死的轮子给我换掉，换上一个伊娜全新的轮子，发电机呢我就给你省下来了，单独给你换个轮子，你看我对你多好。欧了，有缓冲了，发动机快搞定了，就差坤哥最后一哆嗦了。同志们加把劲啊，赶紧的要听个响。发动机总装完毕，准备进入机舱。等一下，我要先看一下里面散热车环在不在，来捞起来看一下。大家看到了啊，里面散热车环在了啊，别说我给你捅了啊，上去吧。发动机进去喽。哎呀我操！你刚刚不是号称用手把它拍进去吗？档位拉线。我用手拿着锤子把它拍进去。横拉杆外球头拿一个啊，刚发现。横拉杆外球头，坤哥你知道什么牌子吗？不知道。伦福德的，哦，就是原厂配套的，杂牌的咱不用。哦，你欧个屁啊！接管接线位置还是比较小的啊，密密麻麻的线。你们还是好好读书吧，以后不要来修车啊！修车这种粗活交给我们就行了，你们来修车不要讨价还价就好了。使用真正的全合成机油啊，不是最顶流的全合成机油，但绝对是合格的全合成机油。那这台车来的时候呢，发动机里面什么情况你们也看到了。我个人认为啊，它可能这个机油啊用的有点那个。那我们这个机油呢，用的只要你按时换，发动机里面绝对是光亮如新的。平时保养机油啊放干净加5升，大修的时候呢加6升，因为发动机里面是空的。有些人说什么4.5升、4.6升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但是你加4.5升加4.6升，机油只抽出来直到中线，不再上线。加防冻液吧，我们现在也用负压法加防冻液。那我们用的是什么防冻液呢？德联的防冻液，也就是奥迪的配套防冻液供应商之一，原厂汽油滤芯。你喷油嘴也给它洗了，滤网也换了，那你气滤是不是也应该换掉呢？启动。再来，因为汽油滤芯换掉了，高压泵动过，油上去没那么快。再来，加注了没？这雨刮水明明是满的，它还显示不满，雨刮水位传感器坏掉了。去试车啊，发现个问题，它来的时候就这样的，不是我们搞坏了啊。我给它搞个传感器吧，友情赞助它好了。出去试车啊，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啊！猛不猛啊，胡哥？猛！比起坤哥的车怎么样？坤哥的车太不够看了，比起这台2.0 T。哈哈，现在说话都不背人了。坤哥就坐在后面啊，我们有啥说啥，坤哥你也别不服气。明天我送你个涡轮吧，换完以后你的途观就起飞了。你不表示一下？好，上快速路试车啊！我是不是动力猛不猛？我比较有点出去了120了。你别吓我呀，大哥！开慢点。我们这不是秋名山下山，我还在后排呢，开慢点。我们就是去清理下属的排水道，我们也不会去压排水渠啊。试车归来，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。我跟胡师傅、跟坤哥一起去试的车，试完这个车之后呢，坤哥道心都破碎了，他的小头观跟这个车没法比啊。那回去以后好好保养，使用符合规格的全合成机油，定期使用燃油添加剂。那这个车到底修了多少钱呢？我有个藏着掖着，总共修了26000多块钱。你不要觉得贵啊，这个车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压着成本给他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车主说了，这个车子是他老父亲留给他的唯一念想，所以说我一定要把这个车给他修的满满登登的啊。那如果你来找我修车，我丑话先说前头，你要很便宜的，趁早别来啊！我这里不做低价引流的。如果说你预算有限，想要跟我商量一下，我这个人也不是没有人情味，是可以商量的，但是不能突破我的底线。如果说你在修车的时候啊，这个性能要好啊，这个开着要舒服，这个要换，那个要换，好了，等结账的时候说这个要便宜，那个不想付钱，你趁早别来找我修车。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承诺，你如果把车交给我，我会把你的车当成我自己的车来修，绝对给你修的明明白白的，给你修的舒舒服服的。好了，这一期就到这里，点击加关注，爱车爱熊猫修烧机油，不迷路，完美交车啊！等一下车给他洗一下啊。